哎，瑞拉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我跟你说，我的玩具枪通通都被我女朋友拿去丢掉了啦。我感觉我的人生已经变成黑白的了。你少了，你根本没有女朋友啊！你自己弄不见了吧？哦呦，你不懂啦，反正我玩具枪都通通不见了啦。而且更糟糕的事情是，现在我全身上下只剩下2000块，我连一把便宜的玩具手枪都买不起啊！你也少来了，唯一狙击下1800不到啊，你买那个就够用啦。啊，竟然有这种事情！我感觉我的人生又能变成迷彩了。你在跟谁说话？还记得当年网咖枪声四起的年代吗？没错，我现在讲的正是那个曾经风靡全台湾大街小巷网咖的知名射击游戏《CS Counter Strike》，里面歹徒拿的 Clark 手枪。但这把手枪的真枪背景可不容小觑哦，它不仅是全球第一把使用塑胶聚合物制成的下枪身、大规模生产的手枪，以及轻便耐用、广受全球恐怖分子的喜爱之外，就连美国当地的警察以及大名鼎鼎的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曾指定使用这把手枪作为执勤时的配枪，甚至连我们的台湾的军警单位都曾采购过这把手枪作为执法和军事用途的武器。此外，不论是真枪或玩具枪，它们经常被用于国外个人防卫训练、生存游戏以及竞技社群运动领域。其外观型号还多达数十种，不同的型号几乎都有5个迭代版本，加重你在购买时的选择困难症。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观众再次回到卡拉班生存游戏频道，我们终于又见面啦！这次的影片，我们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个因为真枪声名大噪，外加 CS 射击游戏的影响，间接成为台湾生存游戏圈子 CP 值爆表的热门玩具手枪之一 ，Clark 玩具枪。在正式谈论 Clark 玩具手枪之前，先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Clark 手枪。Clark 手枪是欧洲奥地利知名枪械公司 Clark 武器承包商所制造的著名真枪。该公司从1979年起，已设计过32款不同型号的 Clark 手枪，其中涵盖了 G17 到 G49。令人惊讶的是，这款手枪至今仍不断地改进着。但不论 Clark 手枪更新的型号有多少次，在多数军武迷的眼中 ，G17 始终是最经典的款式。上来，在解弹。对啊，嘿，你这把手枪怎么方方正正的，好丑哦！我跟你说，这把是我昨天去新买的左轮手枪，它的外形就跟跑车一样，充满了流线感，帅吧？你知道这把是什么吗？不知道啊，我今天才第一次看到这把可是 Clark 系列中最经典的款式，比你那一款还经典。竟然有这种事情！玩具枪不就是外观好看就好了吗？什么啊？小菜鸡！各位观众，你们知道吗？真枪 G17 的售价一把只要600块美金，约台币18000元左右。和其他知名手枪相比，像是 CS 警察配置的基本武器 USP， 真枪售价约800块美金，约台币24000元左右。而著名的沙漠之鹰，根据版本和规格的不同，真枪平均售价大约落在900到1500块美金，约台币27000元到45000元之间。我靠！原来真枪 G17竟然还比 iPhone 手机还要便宜啊！我光是买一台 iPhone 就可以买2-3把 G17 手枪呢。它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这是因为 G17 的下枪身大量采用塑胶聚合物进行制作，由于塑胶是一种便宜的工业材料，因而导致 G17 手枪的售价相对实惠，在操作上也轻便许多。在当时，这种设计可说是极为大胆且前卫的，甚至有人一度认为 G17 能有效避开金属探测器和 X 光的安检，不容易被发现。What? No way, sir! 虽然后来证实这只是个谣言，但美国《华盛顿邮报》仍以来自塑胶的恐怖为题的报道，表示 G17 手枪仿佛是专门为罪犯和恐怖分子设计的武器。尽管和现代著名的 3D 列印塑胶枪 FG-9相比，G17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塑胶枪，
但它仍被多数剧迷戏称为塑胶枪。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不论是哪一款型号的 Clark 手枪，它们在外观上完全没有任何实体保险和击锤呢？这个玩具枪怎么这么奇怪啊？没有保险，也没有击锤。哦，真的是想搞我啊！我的书虽然读得少，但是就连我这种专家都知道，玩具枪或者是真枪，如果少了这两个部件，别说是避免激发子弹了，光是连激发子弹这件事情都做不到呢。唉，真的是会设计出这种玩具枪或是真枪的厂商，实在是太不专业了啊！这真的很糟糕哎。没尝试。哎，大家不要误会啊！俗话说得好，魔鬼总是藏在细节里。其实G17的击锤是设计在滑套内部的，这样的设计能有效减少灰尘和异物进入滑套内部，降低故障的几率，同时提高枪械操作上的可靠性。再来，G17的保险则是设置在扳机中间的小拨杆，这就是目前被多数军事专家评比为全世界最安全、最可靠的手枪保险系统之一 ——Safe Action Trigger（SAT） 系统。相比传统手枪需要额外解除保险的方式，G17手枪的射击操作更加简单，射手只要专注在射击上，完全不需要额外分神执行解除保险的动作。这意味着 G17的使用者从抽枪到解除保险进行射击，拥有更快速的反应时间。中了 Yes！ 我真是个天才啊！我等一下一定可以用这种方式反杀我教官，靠走上演一出半天跳舞。等一下，G17的保险机制也太不安全了吧？这根本就是在具象化经典的电影台词：“食指就是我的保险。”或许对那些已经养成良好用枪习惯的人来说，使用G17手枪确实能够缩短抽枪射击时的反应时间，但对于我这种倒霉的人来说，反而会更有可能误及自己，不是吗？哎呦，路人妖，难得你的脑回路变得很清晰呢。其实G17手枪的保险机制是否安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事实上，G17手枪的误击案例也屡见不鲜，其中大多数都是因为射手使用软式皮革枪套，或习惯将手枪插入裤头系带而引发的意外。这些情况主要属于人为因素，并非保险机制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Oh my god！ 好痛哦！早就不要擦裤子也天才。快帮我叫救护车！好痛，妈妈！为此 ，Clark 公司还是有在提供G17增加实体保险的服务，但目前这种措施，全世界仅有台湾及葡萄牙这2个地方正在使用。再来 ，Clark 手枪还有一个广受多数军武迷讨论，并且经常拿来测试的功能——水下射击。哦，怪不得听说有许多国家的2栖特种士兵都会佩戴 Clark 手枪当做水下的一级武器呢。这听起来就真的超屌的，真的很不简单哎！路人要别太激动哈，这件事情目前都还只是个都市传说，需要更多的资料来佐证才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先撇开步枪不谈，几乎所有的手枪都是可以在水下射击的，像是点22鲁格、CZ75、1911，甚至是左轮手枪等等等等。然而，这些手枪多数只能实现水下单发射击，它们在水下连续射击的可靠性是不好的。相较之下 ，Clark 作为一把非专业的水下手枪，其水下连续射击的可靠性算是不错的。根据我们不专业的推测
克拉克手枪之所以能够在水下进行连续射击，可能与其枪械结构具备良好的排水性能有关之外，其内置起水的设计，或许也有效降低克拉克击锤和撞针在水中运行时的阻力干扰，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在网络分享使用克拉克手枪拍摄水下射击的测试影片。尽管现在已经有许多影片证实，克拉克手枪是可以应用在水下进行连续射击，但克拉克公司仍不建议将克拉克手枪直接应用于水下。他们建议最好还是要加装水下专用的射击套件——水下弹簧杯，增加滑套撞针周围的排水效益，提升克拉克手枪在水下射击的可靠性。主要是因为水的密度比空气还高，一般未经改装的手枪，枪械部件在水下作动时的阻力很大，子弹射击后，弹道不仅不稳定，飞不远，滑套还可能会来不及完成附近，容易导致枪械卡壳故障，无法二次击发。至于刚刚路人要有提到，有些国家的2栖特种士兵会佩戴克拉克手枪当作水下副武器的都市传说，由于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所以我猜测这很有可能只是克拉克公司官方的一种商业宣传手段。但关于这一点，我也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有观众知道相关的讯息，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帮忙补充哦。最后值得一提的是，G17手枪的下一代 G18是一把可以全自动射击的手枪，其连发射速高达每分钟1300发，堪比一把小型冲锋枪。其强大的火力导致 G18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属于管制武器，一般民众无法透过民间市场购买，所以才有许多人透过私下改装的方式，尝试将合法购买的 G17加上全自动射击套件，将其升级为伪 G18。改装后的 G17和 G18都具备着优异的连射功能，进行连发射击时，使用标准挡弹夹，子弹很快就会耗尽，因此多数人都会选择使用克拉克公司设计的长弹夹，借此延长连发射击时的使用时间。然而，上述这类改装行为也引起各个国家当地执法单位的高度关注，因为一旦改装后的 G17落入坏人手中，其威胁性不亚于真正的 G18手枪。哇塞，克拉克真枪真的是听起来屌炸天啊！哦，难怪有那么多生存游戏玩家会选购这把玩具枪当做副武器的。那如果我拿这把玩具枪去打生存游戏，是不是就可以变得跟姜维克一模一样？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同时也可以应用在水下射击，当做小型冲锋枪大杀四方呢？啊，别再做梦了，路人妖，醒醒吧！生存游戏打得好，关键还是在个人的作战技巧与应对方式，并不会因为你拿了什么特别的玩具枪，就能够碾压所有的对手。不过啊，这把玩具枪在台湾能够如此出名，主要是因为克拉克玩具枪有着和真枪同样高 CP 值的美誉。它不仅在台湾的生存游戏二手市场拥有极高的曝光率，还有多种改装套件可供选择，加重许多生存游戏玩家的选择困难症。此外，不只是台湾各大玩具枪厂商都有在制作这款玩具枪，就连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日本知名玩具枪厂商 Tokyo Marui 也不例外。然而 ，Tokyo Marui 制作的克拉克玩具枪价格较为昂贵，就没有高 CP 值的美誉。话虽如此，仍有不少生存游戏玩家认为，他们家的克拉克玩具枪性能相比台厂的优秀，有1分钱1分货的说法。但到底有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呢？这就不在我们这次的讨论范围内。顺带一提，如果你还不清楚 Tokyo Marui 是一间怎么样的玩具枪公司，欢迎回头看看这支影片，考古复习一下。话再扯回来，克拉克玩具枪也完美继承真枪 SAT 保险系统的特色。这项前卫的设计，让生存游戏玩家更能专注在射击，无需分神担心保险是否有解除，大幅提升使用者的游戏体验与抽枪射击的速度。可是对生存游戏新手玩家来说，克拉克玩具枪由于操作过于简陋，使用者容易对安全问题疏于防范。举例来说，像是从桌面取枪，或是使用开放式枪套快速抽枪，以上都有可能发生金手指不出扳机的意外。因此，我们建议使用者不论佩戴何种款式的玩具手枪，回到休息区，除了打开手枪保险，也要同时卸下弹夹，降低意外发生。你也可以佩戴包覆式硬壳快拔枪套，或是布料材质较硬的枪套，防止手枪因为枪套变形，意外触碰扳机走火。至于手枪枪套在款式上到底又有哪些常见且实用的类型，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我们日后会再另外制作一集影片
来跟大家详细说明。接着，令人惊讶的是，克拉克玩具枪竟然可以跟真枪一样，同样都可以应用在水下射击耶！听说克拉克手枪可以应用在水下射击。路人要你太急了，都没有听我把话讲完。我讲的可是瓦斯系统的克拉克玩具枪呢，电枪系统的玩具枪都没有办法应用在水下射击的哦。然而，水下射击并不是克拉克玩具枪独有的功能，多数的瓦斯玩具枪都是可以进行水下射击的。但由于水下密度比空气还高 ，BB 弹在水下环境的射击距离大概只有10到20公分左右，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实质用途。这些属于玩具枪的冷知识，或许能在闲聊时博得一些关注，但在其他生存游戏场景中完全派不上用场。所以我就想说，我也可以顺便记录我的生活，就是把我想拍，我爽拍什么就想拍什么。嘿，你们知道吗？听说瓦斯玩具枪不论大枪或小枪都可以应用在水下射击耶。对啊，你现在才知道，好聪明哦！那是不是表示我们去浮潜就可以用玩具枪在水中抓龙虾嘞？哦，是哎，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呢？啊，原来玩具枪竟然可以拿去水中捕龙虾呢！这样我们去浮潜就有吃不完的龙虾嘞。一颗 BB 弹换一只龙虾，太棒了吧！你们都没有考虑过水的阻力吗？再说了，你跟路人要固定靶都会脱靶啊，水里游的龙虾那么快打得到？哦，真的不可能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最后，克拉克玩具枪应该是目前世界上外观款式和代数更新最多次的生存游戏玩具手枪。啊，克拉克玩具枪不就只有 G17和 G18这2把玩具枪吗？哎呀，路人要，你真的是太小看了克拉克玩具枪了，你知道吗？其他款式的克拉克玩具枪先不讨论，光是 G17这把玩具手枪就能够细分成5个 GEN 代数呢。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的代数与款式，是因为克拉克枪械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新一代的克拉克真枪，这些新一代的克拉克真枪都会额外提升耐用性和人体工学的舒适性，只要有任何的外观调整或设计改进，就会额外增加一个 GEN 数字来进行区分。玩具枪厂商为了紧跟市场潮流，都会模仿克拉克真枪的设计，不断推出相对应的玩具枪款式，以满足生存游戏玩家们的期待。目前最新款式的克拉克玩具枪为 G17 Gen 5，克拉克真枪则是 G19 Gen 5。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把真枪应该很快也会推出相对应的玩具枪。我的妈呀，这样子克拉克玩具枪的款式也太多了吧？作为一个月薪低于平均薪资的社畜来说，这是要我怎么在采购上去做选择啦？哎呦，总不可能要我全部都买下来吧？哎呀，路人要你别太担心啦。我跟你说吼，虽然克拉克玩具枪在款式选择上看似枪款多样，但其实并没有这么复杂。首先，最基本的，到底要如何辨识克拉克玩具枪有无支援连发射击的功能呢？只要在滑套侧面看见有多一个旋钮，通常就代表这款式的克拉克玩具手枪具备着连发射击的功能。至于 GEN 版本的差异，也就只是有无导轨、指槽、滑套刻纹等等外观上的不一样。不过，碍于影片时间长度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仔细逐一说明。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想深入了解克拉克手枪 Gen 1到 Gen 5外观上的差异，可以点开影片下方的详细资讯进行观看哦。听你这样讲，我都快受不了了。我都没挑啊！你等我一下哦，我这就再出门去收购一批克拉克玩具枪回来，看我怎么大展身手，称霸全台湾的生存游戏场地。5 minutes later， 路人要这只 G18C 买它。路人要你别听他乱讲，买这把 G34超好用的。G18C 买它。G34，听我的，买听我的，听我的。路人要你不听我的，我就不帮你介绍女朋友了。
你不听我的是不是？那我就不拍了。什么？路人妖，那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不帮你介绍女朋友，我也不帮你拍了。听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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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你说，听谁的？听我的，听我的啦，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我的。这种左拥右抱的感觉实在是太罪恶了哦。路人耀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很骨感。再美好的玩具枪，都还是有缺点存在的。尤其是 Clark 玩具手枪，它可是号称让有选择困难症的人难以入手的玩具枪呢。这是因为目前有在制作 Clark 玩具枪的厂商真的是太多了，而且不同厂商制作的同一款 Clark 玩具枪，其品质和性能都不太一样，导致许多生存游戏玩家在选购前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研究，深入了解各家厂商制作的 Clark 玩具枪性能，才能挑选到接近自己需求的款式。这对刚入门的新手玩家，又有选择困难症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项不小的挑战。就以我自己遇到的例子来说，我曾购买过 W1 出品的 G17 Gen 3玩具枪，原厂配发的 Hub 座，那个 Hub 皮的压点有跟没有一样，明明都已经压到底了，却还是完全无法帮助 BB 弹上旋，增加飞行距离。为了解决上述类似的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处理方式就是使用改装品，将 Clark 玩具枪改装成符合自己想要的性能。然而，这些花费前后加总下来，肯定也要几万块。同时，生存游戏玩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经验，才能准确判断自己所需的改装方向，不然会很容易被玩具枪枪店的老板给牵着鼻子走哦。洪教官，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奇怪了，我们明明才20分钟没见面，为什么你头发就变长了？啊，这没什么啦，3000烦恼丝而已。哎，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滴滴，你看，这是我新买的 G18C Clark 手枪，帅吧？哦，哎呦，是货哦，是货哦。啊，你有改枪吗？哦，改枪哎呀，你有改枪吗？是能改什么啊？我跟你讲，要改的东西可多了。来，你看，我跟你讲，跟你说，首先你这个，哇，听起来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哎。可是这件事情我好像没办法自己一个人搞定，听起来好难哦。哦，没事，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帮你处理，枪给我，钱也给我，我帮你搞定。哈，要你命3万！这就是为你改装的终极兵器，以后你在生存游戏的战场上就是大哥了，大哥是不会输的。来，交给你。哦，这看起来好厉害哦！我相信我有这个东西，我以后在生存游戏上，我就是无敌了啦，打不死啦！哈哈哈哈哈！那我就先走了。随便用塑料袋绑一绑的东西，他还那么开心，钱真好赚。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愿意将影片看到这边。总结来说，Clark 真枪是一款售价相当亲民的手枪。透过 Clark 枪械公司成功的行销策略，让 Clark 真枪在全球市场占据领先地位，成为全球执法机构、军队与民间枪械爱好者备受喜爱的枪械之一。它不仅具备单发和连发的射击功能，其容易制造与高度的可靠性，更是其脱颖而出的关键。也因此，间接造福许多玩具枪厂商，得以推出相对应的 Clark 玩具枪与周边相关产品，进一步推动了玩具枪产业的成长。例如 Clark 冲锋套件，就连我自己都曾风靡过，当年这也是我周围朋友的热门选择之一呢。不知道有没有观众也曾经搭上过这波风潮呢？如果你是刚加入生存游戏的新手玩家，正在考虑购买生存游戏玩具手枪，我相信 Clark 玩具枪绝对是能满足你多个需求的选择之一。好啦，这次的影片就先拍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老样子，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或者你也可以通过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帮助我们，让我们频道可以走得更长远。我是阿耀，我是路人耀，我们下次见，拜拜。Ice cream, bring that ice, boy. Walking on that side, yeah, they can't tell me why.
Word, I don't even need no lies. Ayy, got my own little spy. Ayy, look me in my eyes. Yeah, all your dreams gon' die. Word, same old day with the same old flow. With the